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如果现在我们晚上想要庆祝点什么事情，或出去打打牙祭，最常在路边看到的小吃摊就是盐酥鸡，它可以说是台湾街头美食的代表之一。可是我们如果想要买只鸡回家来做盐酥鸡，光想到路边摊那一大锅的油，咱就心凉了一半。不过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们家的私房料理，如何用少量的油做出非常好吃的椒盐鸡腿排。嘿，我们就来看看我老婆，她会怎么样子来料理这一道好吃的椒盐鸡腿排吧。现在我们准备的材料有鸡腿肉、生姜、大蒜、辣椒、葱。接下来准备个鸡腿排、小米辣、生姜、葱还有大蒜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个小葱，把它一分为二。我们把葱叶切成小段，就像视频这样。切小段的葱会更好吃。切好了之后，我们切葱白，切的也是跟葱叶一样，切小段一些。切好了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川贝也是一样，放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几颗大蒜，把它拍扁。拍扁大蒜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切成末，切得越碎越好，大蒜的味道才会更加显出。煮的时候大蒜的味道才会更香更好吃。切好了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之后我们准备一条辣椒，先把辣椒拍扁，先就像这样拍扁。你可以看到辣椒籽，第二拍扁的辣椒可以更软，所以比较容易切。之后我们去除辣椒籽，辣椒籽很苦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除。之后我们就把辣椒切成一条一条的，就像这样。切成一条一条的辣椒会煮得更好吃。切好了辣椒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入碗中备用。之后我们要把鸡腿肉处理。现在我们把鸡腿肉先从中间剪开先。我把剪刀剪开，随着鸡肉的骨剪开。就像这样。之后我们把骨和鸡腿肉分开。看到像视频中这样。随着鸡腿肉和鸡腿骨的边边把它切开。就像视频这样，我们已经把鸡腿骨和鸡腿肉分开。鸡腿骨跟鸡腿肉分开的比较干净。之后我们把一分为二。我们把鸡腿肉切小块一些，像这样切小块的鸡腿肉，酱调味料的时候以均匀的吸收调味料的香气。把鸡腿肉切成一块一块，这样口感也会更好吃。之后我们把鸡腿肉放入袋子里。这样我们来调个味道。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地瓜粉，就像这样的地瓜粉小酥肉。我们都可以用其他的牌子，加入一些地瓜粉。加入地瓜粉之后，我们把袋子关上。后我们均匀的摇摆几下。我们摇好了之后，我们放入一些胡椒粉。放入一些酒，后放入一些酱油、生抽。放好了之后，我们也可以放入回一些地瓜粉和玉米淀粉。跟我们关袋子，再次摇至均匀，让肉均匀的吸收。之后我们开热油，
我们放入一些油，油热之后，我们可以把筷子检测看。油热起泡沫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放入鸡块。放入鸡块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一定要开至中火，慢慢的把鸡块肉放入锅中，就像这样。我们把鸡块肉放入锅中之后，煎制个几分钟，煎至另一面金黄色就可以了。我们把鸡块肉煎制个几分钟后，我们就可以翻面。像视频当中翻面，我们可以看到鸡腿肉是金黄色的，这时我们就可以翻面。我们把所有的鸡腿肉翻面，煎制几分钟，让它煎制几分钟的鸡腿肉金黄色，会更加好吃。在煎制鸡腿肉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技巧。我们煎制鸡腿肉的时候，我们要开中火，然后煎制个几分钟之后再翻面，避免它烧焦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煎制鸡腿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鸡腿肉煎制热，几分钟之后，金黄色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。我们可以再放入另外一个油锅里，再煎制，再次煎制的起肉块更加香，更加好吃，更加脆。之后我们再起锅烧油，我们放入少许的油，我们等着油热之后，我们再次把筷子放入，起泡沫之后，我们可以把鸡腿肉再次放入锅中，就像视频这样。我们把鸡腿块放入锅中之后，再给它煎制几分钟，不要煎得太久。我们把鸡腿块煎制过后，我们摇晃鸡腿块，就像这样。这样的摇晃至鸡腿过可以避免烧焦。过我们可以翻面几下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出锅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门可以放置纸巾，让鸡腿块吸收油脂。过后我们起锅烧油，加入一些油，油热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加入蒜和姜末。蒜和姜末我们要均匀的翻炒在一起，这样炒出可以炒出蒜香味十足。过后炒好了之后，我们加入一些辣椒，再均匀的翻炒个几下。其次，为了让辣椒味和姜末均匀的翻炒在一起，翻好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加入鸡腿块。加入鸡腿块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至中火炒，把蒜香味再和鸡腿块炒至酸香味十足。给我加入一些盐和胡椒粉。过后，我们再次翻炒至均匀，翻炒至调味料入味。过我们可以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。看到像视频这样翻炒至烧焦一些，就可以上锅了。我们可以放入碗中。哇，好香哦！鸡腿块，鸡腿块再加上一些微辣，再加上蒜香味十足，还有脆脆的鸡腿块，吃起来让人好想再吃一次。如果这道菜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们，他们肯定爱上这道菜，爱上这道菜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